大家好，我是一名职业的高山向导。今天呢，正好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运动损伤这个话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想给大家看一个，就是这几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真实的情况。我们来一起看一看画面。如果你感觉到不适，你可以捂住屏幕啊。大家看到这个里面已经空掉了，大家这样是不是看得更清晰？大家可以猜到这个到底是什么造成的运动损伤吗？怎么造成这样的损伤呢？我相信你如果是一个户外爱好者，你可能也会遇到。一般来说有3大类原因。第一个呢就是攀冰，很多新人在攀冰的过程中啊，穿这个高山靴踢冰的时候啊，前齿入冰的时候踢得太狠，老怕踩不踏实，所以玩命往里踹的大脚趾都紫了，这是第一个情况。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跑友，可能跑马拉松也好，跑这种超长距离的越野跑也好，长时间的这个下坡啊，或者鞋子不适啊，就会造成大脚趾的这个指甲盖紫掉。第三种呢就是抱石。你在这个攀岩馆进行抱石的时候，你可能为了追求极致的小的这个脚点能踩稳，你把鞋子穿得很紧，就类似于芭蕾鞋一样，它把那个脚趾都给挤到一起了，然后那个大脚趾子容易长时间的挤压后变紫。我自己是怎么造成的呢？是我之前4、5月份爬珠峰的时候，天天穿高山靴，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点不舒服了。然后后来回国之后又带了一次哈巴，当时从这个 C 营地一路跑回这个哈巴村，下山的时候因为着急，鞋带就系得很松。结果这个脚趾的冲击很厉害，就把我这个大脚趾2个大脚趾都变紫了，但是并没有脱落。前几天呢，我去这个岩馆抱石的时候，它有一条线路是小脚点，我就换了一双特别挤的鞋，然后结果呢，从这个墙壁上掉下来的时候呢，出地的一瞬间，那个脚指甲的那个指甲从那个甲床里被挤出来了，所以我当时就把已经被挤出来的那一半给剪掉了。所以你刚才看到的是为什么还有一半连着肉，另外一半呢已经被空掉了，就是我自己剪的。那我来说一下这个情况，其实我遇到过4、5次了，怎么处理比较好？那第一个就是千万不要这个拔苗助长，就是它还没有脱落之前，你刻意人为的给它抠下来，我不建议，等它自然脱落。第二点呢，等它脱落之后呢，要做什么呢？一般我是清水冲洗完了之后，及时给它干燥，不管是吹干也好，烘干也好，然后大家碘伏消毒。然后第3点呢，就是要停止，至少要减少吧对这个脚趾继续造成压力伤害的运动，不管是跑步还是攀岩，先停一下。然后呢，保持这是第3点哈。第4点呢，就是我们尽量啊，在平时的时候穿这个鞋尽量保持通风。你可以穿拖鞋、穿凉鞋，或者你包裹这个纱布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裹得太厚，一旦潮湿了，就很容易产生这个真菌啊、细菌，就会很容易造成这个感染。最后一点就是要多吃维生素。因为有资料表明呢，服用维生素是可以帮助我们指甲快速的恢复和生长的这么一个资料。那今天正好也聊到这儿了，就跟大家多聊一聊关于运动损伤的这个话题。其实我自己也遭遇过很多，我会把它分为2大类。第一类呢，就是我在运动中出现了这种伤痛之后，我会判断它是不是对我的正常生活有影响。举个例子，我攀完岩之后回到家1、2天，我发现我手指还是没办法正常拿杯子，或者没办法伸直啊，没办法拿鼠标。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去想，说要不要说去专业的专科运动损伤的专科医院看相应的科室，找专业的医生。那第2种，如果是我在运动中出现了伤痛，但是它对我的正常生活没有影响。举个例子，我跑马拉松，我超过35公里我就膝盖疼，但是如果我只要停下来，它对我正常生活没影响，不影响我上楼下楼跑跳追公交车都没问题，这个时候我就会不去看医生，我会先暂时的不去看哈，然后会把这个运动量减少，然后调整它的运动频率，降低频率，降低运动时间，降低运动次数，降低运动的强度，然后增加一些辅助的力量的训练方式去尝试，看有没有缓解。那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不科学的，不是医生指导的，仅供你参考的一个个人的意见。正好我想强调一个误区，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所有的运动。经常有朋友问我说，跑马拉松这个跑超过30公里了，我这个膝盖疼怎么办？我第一个反应就是，那你就别跑了，你都膝盖疼了，你就别跑了呗，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，然后能从中获得快乐的这个运动，来作为你的锻炼方式，作为你的兴趣是非常好的。我建议大家在这个锻炼身体这件事上，不要太跟自己较劲。哇，这块林子好密啊！我其实是在去这个一个沼泽公园去观鸟的路上，正好想起这个事儿，就跟大家聊一聊。我觉得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，就是跟运动损伤很密切的话题，就是
你的训练是否科学。我觉得一个真正的一个训练，至少有3个重要的原则，你可以去判断它是否科学。第一个就是目标性。什么叫目标性呢？就是你这个训练是为了什么而练？你是为了增加肌肉的肌耐力，是为了增加爆发力，是为了增加绝对力量，是为了练习某个技术动作。它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性。没有一个训练可以同时提高所有的能力，夸夸夸，所有的都在涨。有可能新手期会这样，但是过了新手期，你肯定会有侧重。这个是第一个，叫目标性。那第二个的话，我称之为周期性。什么是周期呢？就是说，你哪怕不是职业运动员，你可能也会有一些比赛啊，有一些这个要红线的目标啊，你会根据这个来调整你的这个训练计划。那它一定会有这个适应期，然后加强期，然后到你的这个巅峰状态，也就是你这个比赛的状态，然后最后再有一个恢复期，它一定是有一个这样的高低起伏的。你不可能一直把你的状态调整到最好，永远都是这个最强的状态。那你这样的就不现实。就是哪怕我们如果练过健身的锻炼，经常做这个健身力量训练的朋友肯定知道，那你肯定有这个减脂期啊，这个增肌期啊，有这样的比赛期啊，一个道理。那第3点呢，就是可量化性。如果你的训练计划没有可量化的目标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完善的。那量化不一定说跑步的速度啊，你可以是强度啊，可以是心率啊，可以是各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值，但一定是可以量化的。如果不能够量化，你是没有办法判断自己是不是在通过这样的训练过程后，你在成长，你在变强。所以一定要有这3个东西，一个是目标性、周期性，还有你的这个可量化，这样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训练计划。行了，我快到这个观鸟的地儿了，我就不跟大家聊了，拜拜。